宋延洲第一次把我压在出租屋的玄关处时，我给了他一巴掌。我是你小妈。他开了开嘴角，神色冷淡。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妈。窗户纸被捅破，我们冷战数日。后来他在学校生了病，我为了不影响他的高考，捧着他的脸亲了一下。别折腾了，先高考，高考完我就答应你。可转头我就订了机票出了国。10年后再见，我在酒吧里被人纠缠。他闻讯而来，面色平静，砸了手边的酒杯，替我解围。你是专门来见我的吗？不是。我醉着酒，嘟囔道。小宋，你真没良心。他扣住我的手腕，盯着我，声线微哑。到底是谁没良心？狭窄又昏暗的出租屋里，焰火摇曳出少年轮廓冷冽的侧脸。他的17岁生日，我给他买了一个奥特曼蛋糕。对此，我的解释是，迪迦才是永远的光，他会保护你的。我怜爱的抬手想摸摸他的脑袋，谁知道他却往后靠了下。我摸了个空。少年眸子漆黑，平静无波道：不是因为打折吗？不是让他在外面等吗？我先发制人，埋怨道：小宋，你长大了，不听小妈的话了。他不咸不淡地看了我一眼。我也没承认你是我妈。我痛心道：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我伤心死了。你爸要是知道，肯定要从棺材板里跳出来替我撑腰了。宋延洲面色平静，看向面前快要燃尽的蜡烛。你可以改嫁，我没意见。我长长叹了口气，眼神里满是慈爱。傻孩子，你还没长大呢，我怎么会走呢？我又要抬手去摸他，他却弯腰直接吹灭了蜡烛，唯一的光亮消失，房间落入昏暗，只有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户洒下一小片皎洁。不许愿吗？我讶然。他声线淡淡的，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愿望会成真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托着腮，眨了眨眼睛。理论上来说是的，但是你可以向我许愿，也许会成真。出租屋里只有时钟在滴答滴答的走，而我正好坐在靠窗户的位置，澄澈的月光落了我半身。在3个月前遇见时，我就说过我是创造他的神明，但因为这个表述太抽象了，我知道他不信，所以只能稍稍用了点手段，成为他的小妈。虽然说他现在也没承认就是了。他忽然偏头盯着我的脸看，神明会偏爱我吗？视线相对，片刻后，我先移开眼，小声道：说不定呢，你对我好点，我就偏爱你。作为一个已经靠着卖版权走上人生巅峰的小说作者，我本来在三亚悠闲度假，谁能想到一个海浪就把我拍到了自己写的小说里。宋延洲，我第一本小说里的反派男二。当时并不懂如何去刻画一个饱满的人物，于是便将所有的苦难堆积于他的身上。好赌的爸，早死的妈，他陷于泥潭里，守着破碎的家，挣扎着开出邪恶的花。从始至终，他都没能抓住一束救赎的光，而我也确实没打算充当这束光。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救赎者的位置上，注定会造就灵魂和精神上的不对等。所以我打算当他的小妈，借着长辈的身份，不仅可以时不时敲打他，还可以名正言顺地使唤他。他要是敢顶嘴或者忤逆我，我就有理由痛心疾首。小宋呀，我这是为你好呀，你一点也不懂妈妈的用心良苦。日后等他黑化，创立自己的企业，那倒霉的还是男女主，而小妈就是那个永远在背后支持他的人。每次想到这，我就满意的不得了，恨不得按下加速键，立刻让宋延洲出人头地。吃完蛋糕后，我去洗澡，宋延洲收拾桌面。昏黄的台灯晕出少年额前墨色的碎发，眸子里没什么情绪。蛋糕的盒子折了又折，正要塞进垃圾桶里，一个奥特曼的立牌却从中掉了出来。少年顿了顿身形，看清后，他弯腰捡起。或许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下这种幼稚又毫无意义的东西，但脑子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手上已经拉开了抽屉。几秒的思考过后，奥特曼的立牌被他面无表情地扔进了储物盒。他擦了桌子，套了垃圾袋，又到阳台收了衣服。阳台上方只拉了一条短短的铁丝，因为重力的原因，每次衣服都会往中间滑。蓝白相间的校服和紫色的吊带裙挨在一起，明明是截然不同的风格，但看久了却也显出一种莫名的协调来，像是万里的蓝天白云向绚烂的晚霞云色过渡。他静静地看着随风摇晃的裙摆，在心里默数：3、2、1。我在浴室里惊呼：小宋，我拿错衣服了。他敛下眸子，对于我的丢三落四，他早就习以为常。浴室门被敲了2下，少年骨节分明的手指攥着细滑的丝绸布料，又软又凉，单单从这摸起来的手感，他就清楚这裙子价格绝对不便宜。我伸出湿漉漉的手，弯了弯眼，谢谢小宋。开玩笑，我能亏待自己？人这辈子就吃穿住行这点事，裙子我当然是买最好的。至于宋延洲，他吃点苦没事的，毕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没有磨砺哪来的成长？没有风雨哪来的彩虹？没有我的栽培，哪来的他明日的荣光？我再一次感慨我的用心良苦。虽然说相处了也有3个月，宋延洲对我的态度却始终不温不淡。他话不多，人也冷冷的，好像对外界的事情丝毫不关心。曾经我把大街上酗酒的他爸送回来，他也只是毅然抬了下眼，就抬手关上门，连着他那烂醉如泥的爸一起关在了门外。不愧是我的反派，有性格，我为他点了个赞。眼下他正升高3，开学考正在紧张进行，学校会根据这次考试成绩进行再次分班，为高考做冲刺准备。按照原剧情，转学生女主会是本次考试的黑马，而普通班里的男主也走狗屎运，擦线进入冲刺班。等考试成绩一出来，我就立刻查了宋延洲的排名，不出意外的第2名。从这以后，女主会开启高光时刻，而宋延洲将会持续做一段时间的万年老2，之后在男主刻苦努力下变成万年老3。我嘟囔了一下，真可惜，还没体验过给年级第1开家长会是什么感觉呢？门咔嚓的转动，我立刻捧着成绩单，边摇头边叹息道：小宋呀，你可要好好学习呀！你看看你这成绩怎么一下子就掉到第2名了呢？他刚刚提着买完的菜回来，闻言掀了下眼皮。你很在意我的成绩？明明之前大大小小的考试，我问都没过问一下，甚至成绩单放在桌面，我都懒得看。当然了，我起身跟着他进了厨房。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只能扫大街去，工资少少的，很可怜的。他打开水龙头，冷白的手指进入水里，把青菜压了压，偏头正好对上我的视线，若有所思道：是吗？
宋延洲的个子很高，明明才17岁，就已经蹿到了1.8米。我们难得有这样平视的时候，我眼神清澈，点头。是啊。他盯着我的杏眼看了会儿，直起身，扯过旁边的毛巾擦了擦手。那你做饭，我去学习。啊。案板上的鱼还在跳动，青菜浸在清水里，冒了一串的小泡泡。我呆滞，厨房的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已经很陌生了。毕竟在现实世界，光是保姆我就请了7、8个。我及时找补，其实做完饭再学习也不迟。他唇角微不可察地弯了弯，要抓紧一切时间啊。其实这个知识呢，也不是非得从课本上学的。你看你做饭也能学到别的知识呀，只要心中有学习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学习。我郑重地把菜刀拿起来放在他的手里，然后转身关上厨房门。宋延洲被一个普通班的女生抢走了年级第1。按照原剧情，这件事应该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讨论。再加上他性子冷漠，家境贫苦，少不得要受几句嘲讽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发挥我善解人意的小妈人设。小宋呀，你要是有什么事，可不要憋在心里，记得和妈妈说呀。妈妈虽然帮不上忙，但是……台灯的光洒在桌面，他的长睫下附了一小片阴影，神色有些漫不经心。紧接着，他的筷子伸到了我的前面，夹走了最后一块排骨。余光瞥见突然空掉的盘子，我的声音硬生生停下了。他扯过手边的纸巾，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，轻扬唇角。排骨没了。我把筷子一拍，抬起眸子控诉他：宋延洲，你一点也不懂尊老爱幼。他轻笑出声，身子往后靠了下，正好躲开桌子底下我要踢他的脚。说好的，谁吃得慢谁洗碗。他懒散起身，在经过我旁边的时候，还刻意停下看了看我的面色，微微俯身补了句：别耍赖呀，阿西吧。于是我只能一边愤愤不平，一边收拾桌面。算了，忍忍吧。我宽慰自己，毕竟是小孩子，我不和他计较。而且传输系统已经回复了我的邮件，他向我表达了歉意，说这本来就是传输者的任务，没想到却把我给拉了进来。接着还给了我一大笔的金钱补偿，让我在这个世界安心待一阵，顺便养一养宋延洲，别让他长得太歪。现在贸然离开也不好，所以我打算等宋延洲高考完，再找个理由正大光明的离开。是出国还是改嫁呢？我开始琢磨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还是想过2天的家长会。宋延洲不告诉我，可我又不需要他的告诉。这个世界里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、喜怒哀乐，甚至是街边的一草一木，都由我笔下诞生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。鱼尾裙、细高跟、珍珠耳坠，杏眼明亮。家长会那天，我就这么水灵灵地出现在了学校里，高3一班教学楼的5层。当我出现在走廊的时候，听见了一群少男少女的嬉气声，还有满是惊艳的目光。我天，快看快看，好漂亮啊！我靠啊，这是谁姐姐吧？她刚刚是不是对我笑了？一定是。在走廊里一排穿着蓝白校服的人中，我一眼看见了靠在最边上的宋延洲。他一个人站着，身形清瘦挺拔，从侧面只能看见浅薄的唇，漆黑的眸子被额前碎发遮住，周身淡漠又清冷。饶是听见了这边的动静，他也没转头，直到高跟鞋踩落地面，在他身后停下，他才动了动眼睫，转头和我的视线对上。我来了，小宋。我朝他弯了弯眼睛，他盯了我片刻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最后只低低应了个嗯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他带着我往班里走去。我撩了下额前的小卷发，嗔怨道：别人都到校门口等的，你怎么不来等我？他垂下眼皮，把桌上的几张卷子收回了抽屉里。不知道你会来。我习惯性的拿出了湿纸巾，正要让他给我擦一擦，却听见他道：擦过了。我坐下，托着腮，抬着眸子问他：不是不知道我会来吗？他抿了下唇，没解释。到了教室前头，给我拿了瓶矿泉水。家长会准时开始，班主任致辞完后，就是各科任老师讲话，并分析各科成绩。宋延洲就靠在外面的栏杆上，平静的目光透过玻璃窗，说不清是在走神，还是在看我。正好这时，一个女生抱着书，用同样的姿势靠着栏杆，好奇地问他：那是你姐姐吗？他眸光闪了闪，没应。女生继续感慨：你姐姐好漂亮呀，说话也温温柔柔的，不过你们俩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呢？性格也不像。你这么厉害，你姐姐一定也很厉害。她多大呀？在哪上班呢？耳边聒噪，他却像没听见似的，目光持续停留在我身上。正好这时到了家长和学生自由交流的环节，宋延洲直起身，淡淡的留下一句：20。女生愣了下，才反应过来这是在回答她刚刚的问题。20岁，也就比他们大2-3岁。尽管隔着距离，我也能看出她眼睛里的惊讶和艳羡。班主任老早就注意到我了，他挤过道，来到我身边，笑盈盈地问：是宋延洲姐姐吗？我从高1就开始担任宋延洲的班主任了，这孩子一直很优秀，这还是第一次家长会，我看到宋延洲的位置上有人呢。不是姐姐，我嗓音柔和，站起身来，怜爱地看向宋延洲，是小妈。宋延洲眉骨微抬，平静地扫了我一眼，他大概早预料到我会这么说。班主任脸上的笑僵了下，再次确认：啊，您是说小妈吗？对呀。说着我还拿出手机，笑盈盈地调出微信，正好我们家的好友，以后小宋有什么问题，老师直接找我就好。哦，也好。他神色不自然，正好别的家长来问问题，他也就顺势走开了。我问宋延洲：接下来还有别的活动吗？他拎起我挂在椅背的小包：参观校园。行，那走吧。精致又漂亮的包挂在少年的单肩，我里面装了充电宝和单人伞，有些重，他背起来却不费什么力气。他个子高，皮肤又冷白，微微下压的眼皮显得背懒又清冷，一时间引起了不少女生的目光。我顺口调侃道：小宋，好多人暗恋你啊，你可不要早恋，早恋都没有好果子的，除了男女主。他垂着眼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听了我的话，只回了2个字：不会。真是好孩子。我十分欣慰，又想摸他的脑袋，可还没摸上，迎面走过来一个女生，宋延洲。女生惊喜地和他打招呼，我认出来了，正是教室外面和他聊天的那个女生。但是宋延洲好像没反应。我撞了撞他的肩膀，正色道：人家女孩子叫你呢，小宋，不可以没礼貌。他终于抬起眼看了一眼那个女生，淡淡道：没必要。什么没必要？没等他回答，那个女生已经到了我们面前。姐姐好呀。她的眼睛像小鹿，我是谢田，宋延洲的同学。
我笑吟吟道：谢田吗？我听宋延洲说起过你，刚转学过来就考了年级第一，以后我让我们家小宋多向你学习。他一听这话就拉住我的手和我告状。我也可想和宋延洲同学一起进步了，但是约了好多次，他就是不肯出来，我还想看看他的理综卷子呢。我无奈地拍了拍他的手，因为他是反派呀，乖女儿，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这个冷漠无情的家伙，你是攻略不了的，还是趁早去找男主吧。我给他点了条明路，要不你去问问你们班里的齐野，我听说宋延洲说他脑子很灵活的。谢田立刻嫌弃，他那个讨厌鬼，谁要问他了？乖宝，你最好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逛完校园已经是中午11点了，本来就是周末，一部分人选择回家，一部分选择留在教室继续学习。太阳渐渐大了起来，我从包里掏出了遮阳伞，让他给我撑着挡一挡。他撑开伞，闲聊似的问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这么多事了？我面不改色，甚至倒打一耙。你说过呀，你看看你，连这点小事都不记得，看来还是压力太大了，记忆力也跟着下降了。他扫了我一眼，眼神里的意思明晃晃。我抬手挡了挡前额，开始怪他，你的事我都可在意了，可你呢？你压根就不把我当你最亲的亲人，刚说完的事转头就忘了。好了，我现在生气了，你不要和我说话。正好路过小卖部，里面没几个人，他停了脚步，要不要吃冰激凌？我摆脸色拒绝道，不要，我现在不想吃甜的。他听了这话，点了下头，然后直接进了小卖部。10分钟后，我侧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，一手抱着少年的窄腰，一手拿着那个蜂蜜口味的冰激凌咬，含糊的抱怨，你居然还买最甜的。风吹得他额前碎发凌乱，他的喉咙里发出很轻的笑声。夏日的天很长，自行车穿梭在斑驳的树影下，这是很多年后他坐在劳斯莱斯的车里不断想要去触碰的梦境。高3的日子似乎过得枯燥又重复，我每天起床除了欣赏一下自己的新美甲，看看日历上的高考日子，就是学着做2个菜，想着关心宋延洲。虽然说每次都不成功，其实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试试。我拿着裂成2半的锅，无比认真。宋延洲把灶台擦了一遍，算了吧。为什么？我不服。菜板上烫出来的焦黑异常显眼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诚实道：人命关天。虽说高3住宿在学校会更方便，但是宋延洲还是申请了走读。他每天傍晚放学回来，会顺道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有时候会去超市逛一逛，买一些日用品。要是东西太多，他会打电话叫我过去拿。别穿高跟鞋。挂电话前，他叮嘱这么一句。可是我对于漂亮的要求已经到了极致。小宋。约莫1个小时后，他抬眼看见的就是化着全妆、笑意盈盈的我。他瞥了一眼我脚上的小高跟，随后起身，把肉菜和重的生活用品提在自己手里，示意我拿桌上轻的物品。不怕崴脚吗？他问。可是你好高。我比了比，发现自己踩着高跟鞋也只堪到他的喉结。你有1.85米了吧？这块地方不太平，看我还试图踮脚。他握住了我的手臂，目光落在我嫣红的唇色上，盯了几秒后，移开眼，漫不经心道：差不多。我叹息，上次在街上看见了谢田，他好像也长高了一点，身边还跟了个眉眼俱傲的男生，进店门的时候还被门框撞了下。以前对男生多高没概念，下笔也是随随便便1.8米、1.9米，现在有实感。我想哀嚎，为什么都要长这么高？见我郁闷的模样，他空出一只手，在我脑袋上摸了摸，抿唇道：其实这样也挺好的。他摸我的脑袋，倒反天罡。我低了下头，躲开了他的手，非常严肃地教育道：小宋，你真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。他翘了翘唇，金黄色的余晖落满了这座城市。他和我并肩，踩着夕阳的影子过马路，往老旧的居民楼走。因为日子太过无聊，我除了折腾化妆和买衣服外，又开始了看电影。晚上宋延洲洗完澡出来，发现我正点开一部恐怖片。一模的成绩出来后，他掉到了年级第3，虽然只和第1名差2分，我对此也早有预料，但还是语重心长地劝导了他，要好好学习，别整天瞎想。顺便今天的碗筷我都主动包揽了，好给他省出时间学习。虽然我知道他不需要，但做做样子总要的。至于高考，我其实并不担心，因为他会是全省的高考状元，而男女主会因为吵架而高考失利，然后约定一起复读，最后考上清北大学。没办法，为了凑字数嘛，只能让他们再励志学习1年。恐怖的音效过后，画面暗了下来，紧接着右下方一个女鬼狰狞地扑了上来，我吓得薯片卡在了喉咙里。好不容易喝了几口水，顺过气后，我注意到了正边擦头发边往卧室走的宋延洲。小宋，我出声叫住了他，顺便挪了下位置。小宋，过来。他翘了翘唇角，学着我下午的语气道：要好好学习呀。哦，傻孩子，学习都学傻了吧？正好明天周末。我怜爱地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，快过来，看个电影放松一下。绝对不是因为我害怕，我只是觉得他学习太辛苦了，是该放松一下。沙发旁边的位置凹陷下去，少年穿着宽松的白 T， 身上还带着浴室里的水汽，懒散地靠在了沙发背上。清冽又好闻的沐浴露香味萦绕着这一小块空间。因为坐得近，所以肩膀会时不时碰在一起。见我不停地起身吃水果，再靠下，再起身，再吃水果，再靠下，他直接抬手把果盆端了过来，放在他的腹部，单手扶着。方便是方便，只是太方便了，我就管不住自己的嘴，3下5除2就把果盆吃个了差不多。我小小地打了个嗝，瞥见里面还剩下几个小番茄，我插起递到宋延洲的嘴边，像个坏巫婆。番茄维生素含量可高了，小宋。没等我哄人的话说完，他就顺从地低头咬走了那颗小番茄，眼角的那颗极浅极淡的小痣，随着光线的明灭消失又重现。喉结滚动了2下，他咽了下去。怎么啦？抬头碰上我的眼神，他抿了抿唇，显得有些不自然起来。我笑眯眯地摸他的脑袋，好乖呀，小宋。他别开脸，耳尖好像染上了薄红。我头胃上瘾了，于是又去洗了一碗小番茄，时不时给他嘴里塞2颗。最后一个小番茄吃完的时候，我冒出了无与伦比的满足感。见我还要起身，还想再洗一碗，他直接拽住了我的手腕，轻咳。可以了。不好吃吗？我疑惑。再好吃也没人一次吃上100颗的，好像是这个理。我又开始琢磨了，或许我可以养一条小狗，给小狗投喂一定很快乐。我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此时电影已经过半，
主角团来到了老旧的居民区，遇见了独居的老奶奶。明明电影处处诡异，我却忍不住感慨：小宋，你看啊，这老奶奶多可怜，都这么老了，还只能住这么破的小房子，平时也没个人照料。你以后可得好好学习，争取换个大房子。他偏头看了我一眼，搭在腹部的手指缓慢摩擦着，轻声开口：其实一直住这里也挺好的。什么？一直住在这里？我怀疑我的耳朵出了问题。开什么玩笑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立刻坐直了，难以置信地看向他。见我反应这么大，他的唇角好像弯了弯，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着。我对这个房子很有信心，可以撑到我们老的时候。我恨铁不成钢，惊呼道：天哪，小宋，你就没点志向和目标吗？你难道就不想住更宽敞更明亮的房子吗？不想在落地窗前俯瞰城市夜景吗？你想住？他把视线移回了电影屏幕上，嘴角的弧度却不自觉弯得更大。那我把我那间让给你。话末，他还特地加了句：有2扇窗子，可以看到外面的大马路。不要！我把抱枕扔到了他的身上，他没躲，反而单手接住了抱枕，喉咙里发出愉悦的笑声，胸膛都在轻微震动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笑。此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完蛋了，这孩子不会被我养歪了吧？在距离高考还有100天的时候，高3年级组织了誓师大会，并且给学生放了半天假，让大家去九台山上上香。那里的山顶有座鸿福庙，听说很灵，无论是求财求运求姻缘，只要心怀虔诚，都能得偿所愿。我以为宋延州是不信这些的，可他不但往功德箱里投了香火钱，还在金身佛像面前点燃了3炷香，合十双手举过头顶，深深鞠躬。信徒诚心祈祷的声音会被神明听见。我好奇他到底有什么愿望，值得这么庄重。来上香的络绎不绝，多是和他一样的高考学子，他们求金榜题名，鱼跃龙门，也求前程万里，一路高飞。所有的愿望都逃不过世俗和名利。上完香后，宋延州从蒲团上起身，手里多了小和尚给的2块木牌。走吧。哦，好。我跟上他。走出庙门没多久，我们被人群冲散，庙前人头攒动，烟雾缭绕。他下意识回头，频频找我，直到我举起手示意了一下，他才定住脚步。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都与他无关。少年额前碎发被风撩起，露出冷沉的眉眼，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等着我被人群簇拥上来。好多人啊，我感慨。他主动伸手把我牵住。少年人的手掌温度微凉，长指骨节明晰，喉结滚动落下叮嘱：靠近一点，别走散了。哦，好。寺庙后院古树参天，树枝上挂着数不清的祈福带，风吹叶落，发出簌簌声响。和寺庙前比起来，这处的人很少。青石板下满是青苔，眼角上悬挂的青铜铃铛颤动着。听说鸿福庙每天只挑有缘人赠送许愿牌，把愿望写在木牌上，挂到树上，愿望就有可能实现。想来是小和尚看他跪拜的认真，便送了2块。石桌上放着笔墨，我想了想，在木牌上提笔写下：愿小宋茁壮成长，学业有成，身价千万，孝顺妈妈。我笑盈盈地举起来给他看：小宋，你看妈妈多爱你，写的可都是关于你的愿望。他看了一眼，如果没有最后一个的话，还能勉强相信。你就写好了？他平静地将系好红绳的木牌反握在手里。你写的什么？没什么。他迈着长腿往古树下走，我跟在他后面，嗔怨道：小宋，你和妈妈不亲了，你都有自己的小秘密了。我戳着他的后腰，言语里尽是大不由娘的落寞。他包住我的手指，停下脚步，垂眸看我：你很想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我愣了下，眨眼。他盯了我一会，忽而又道：算了。短暂的对视间，我好像窥见了少年的眼眸闪过克制又涌动的情感，可下一瞬又被眸光平静的掩盖住。3月春寒料峭，寺庙的桃花也开得正好。他把木牌往高处挂，虔诚的双手合十，许下不为人知的愿望。下山的时候没打到车，眼看暮色就要沉下来了，我敲开了一辆黑色轿车的车窗，问里面的男人能不能载我们一程。他大约30岁的样子，手腕上戴着佛珠，温和道：可以，上车吧。一番交谈过后，他说他叫谢剑，是做烟酒生意的，今天特意赶过来求个姻缘。说着，他往后视镜里打量我，笑道：庙里的小和尚给我算了一卦，说我今天回去的路上就会遇到有缘人，没想到还真灵验了。我明知故问：谢先生是说我吗？他笑了下，没答。外面的山层峦叠嶂，轿车在公路上疾驰。过了会儿，我问：谢先生介意比自己小太多的吗？不介意，只要合眼缘就可以。见我有这意思，他开始谈起了自己的一些3观和要求。我托着腮，简单听了听，其实还可以，适合当个结婚对象。等到下车的时候，他打开了微信：明小姐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加个 V。我点头，笑意引道：可以的。这改嫁的事也算是有着落了。因为全程在打探他这个人，所以直到下车，我才来得及回头去关心宋延州。从寺庙到家，车程不过1个小时。傍晚夕阳的光线即将淹没，少年的半边侧脸溺在余晖中，神色冷而淡。刚刚在车上，他一直保持沉默。我以为他不爱在陌生人面前说话，所以也就没主动戳他。可直到进了门，他的周身气质还是冷冰冰的。不开心了吗？我踢掉高跟鞋，正要开口，小宋话还没出口就被打断。你对他有意思？少年倚在墙边，睨着我，面色很冷。我撑着墙，换上拖鞋。还行吧。屋里光线有些暗，夕阳的光堪堪落在阳台。他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的动作，唇线紧抿。我想了想，又问他：你觉得呢？他怎么样？我要不要和他聊下去？他的声线泛着冷。需要我觉得吗？不是已经加了微信？我眨了下眼。人家送了我们一程，总不好意思拒绝吧？所以就可以来者不拒吗？他直视我。经过这么几个来回，我也品出了几分的不对劲来。小宋，你这是生气了吗？没有。他硬邦邦的否认。我拉住了转身要走的他，善解人意道：你要是觉得他不好，那我就再换下一个嘛。下一个？他眉心一跳。对啊，我前几天还加了几个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说着我就要打开手机给他看照片，可下一瞬手腕却被攥住。手机
踉跄间，我被压到了冰冷的墙上，还好玄关处铺了地毯，没摔坏。手机屏幕朝上，还在亮着光。少年的目光从那几张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照片上扫过，把视线定格在我身上。我有点生气，你干嘛？他眼底情绪晦暗不明，定定地看着我。一定要他们吗？距离实在太近，他说话间的气息都能喷洒在我脸上。有力的手臂撑在我的身侧，以半包围的姿态将我圈起来。我抿着唇望着他，对视间，我推他的胸膛，你先退开。可他却不动，反而又压下来了一点，手上的劲也更紧。我不行吗？他要我直视他，不给我任何转移话题和躲闪眼神的机会。我提醒他，我是你小妈，宋延州，可我从来没把你当妈。你爸要是知道你这些龌龊的想法，非得从棺材里跳出来。宋延州，少拿他当挡箭牌，我不在乎。我踩了他一脚，咬牙道，你疯了啊！他没躲，甚至把我禁锢得更紧。平静的伪装被撕破，屋内的最后一丝光亮从阳台缓缓消失。他眼底情绪晦暗，隐隐显出几分偏执来。既然你和他们可以，那我们为什么？啪！过于经典的台词激发了我的肌肉记忆。这一巴掌其实不重，但足以让他清醒。这些话我就当没听过，明天你自己上学。我留下这一句话，就转身往卧室走。身后少年神色晦暗不明，微昂着头，绷着下颌，把脑袋靠在墙面上。半晌，他轻嗤一声，真的以为这些薄弱的道德观念能困住他吗？父亲，一个死人罢了。就算这种禁忌存在，也只会激起他内心最恶劣的想法。或许确实是他太急了，应该等到6月份他成年的日子，到时候能做的就不只是将人困在这里了。接下来的日子仿佛按下了加速键，小测、周测、随堂测，所有的练习都围绕着紧张的备考展开。日历上的日子一天天地被划掉，距离高考只剩30天。因为时间紧张，班主任不让学生走读，所以只有每个月末的晚上他才能回家一趟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月末，他提着满满的菜回来，迎接他的却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屋子。厨房没有人，卫生间没有人，房间里只有散落的裙子和桌上还没来得及收起的化妆品。这个出租屋其实并不大，可他这时候却觉得空旷的厉害。外面孤寂的风一阵接着一阵，远方城市灯火璀璨。不多时，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。他没开灯，也没做饭，只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。在一片昏暗中，他能清晰地听见自己沉重又缓慢的呼吸声，心口好像被藤蔓缠住，越来越紧，几乎要喘不上气。他不想等了，一刻都不想等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。他起身，穿过幽暗的楼梯，往光亮处走去。雨越下越大。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，裙角被打湿了一小块。刚和车里的男人招手说完再见，一转身就看见沿廊里站着一个人，个子很高，半个身影隐匿在黑暗中，垂在身侧的手攥到指尖发白。少年黝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。我一惊，呀，小宋，你怎么在这？他的声线和往常一样平静，却透出几分哑。等你。身后黑色的轿车驶向远处，雨水飘进沿廊，凉丝丝的。我把宋延州往里拉，却发现他的身子紧绷得厉害，面色也有些差。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我关切道，是不是回来的时候淋雨了？他抿着唇，一言不发。我想探一探他额头的温度，手伸到一半，又想起来碰了雨的手会有些凉，可能会摸不准。你弯腰。他听话照做，微微俯身，额头相贴。我蹭了蹭，感受了一下他的温度，好像也没发烧。少年漆黑的瞳孔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眼底显出几分固执来。离得很近，我才看清他有些如湿的眼睫毛正轻颤着，莫名让人心头一软。不知何处掠过的狼风带着氤氲的水汽，有些冷。我退开半步，直起身，先回家吧。他攥住了我的手腕，眼神依旧不肯从我身上离开。我觉得他今天的状态有点不对，是考试考砸了，还是被老师批评了？不会是因为上次的是吧？可是都过去这么多天了。我反握住他的手腕，滑进他的掌心，和他十指相扣。他长睫轻颤，视线下移，落到我们交握的手上。我无奈地捏了捏他的指尖。上楼，不管怎样，先回去再问。回到家，我才发现厨房里堆着的菜，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10点了。他沉默地跟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移。我偏头，吃饭没？要不要给你煮碗面？他终于动了动唇，开口的声音有些哑。好，行，那你先出去坐着吧。我扯过旁边的围裙，正要系上，可他却拉住了我的手腕，用力一拽。我撞进了少年坚硬的胸膛里，冷白的手臂紧紧地环着我的腰，以一个不容拒绝的姿态把我锁住。少年脑袋无力地垂落下来，搁在我的脖颈间，深深地呼吸着，身体紧密相贴。我能感受到他胸膛的呼吸起伏，以及刻意掩盖下胸口那颗颤抖又不安的心。宋延州，我轻声叫他，他仿佛连呼吸都在抖，却又一遍遍地克制着。停顿许久后，在开口时的声音带了小心翼翼的恳求和色意。能不能别考虑他们？向来冷漠又平静的人，忽然在这一刻放低了姿态，向我袒露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我抿紧了唇，不想再谈这件事。我不否认少年人爱意的浓烈和热切，但是我怕他看不清自己的心。他可能只是依赖我，也可能只是害怕失去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对他好的人，难免会出现感情的偏差。但如果我上前应声，那么亲情就会变质。我不想承担这个后果，我想装傻，可他偏不。少年人执意向我要一个答案。我推开他，躲闪道：“你生病了，脑子也不清醒了。”他攥紧了指尖，否认：“没有。”这10几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清醒过，也从来没有哪一刻像今晚这样清晰地感知到失去的恐慌。呼吸对视间，他眸子里的晦暗和渴望一点点往外溢，直到铺满了眼底。厨房本就不大，又因为下雨关了窗，所以空气便不流通，气氛越发沉闷。我当机立断，扔下围裙就往外面走。突然好困，你自己煮面，我要休息了。下一瞬，手腕再次被拽住，他压着我往后退了一步。干什么？宋延州。我怔了一下，他眸色深沉，好像听不进我说的话，交叉着把我的双手拉到头顶按住，镇压住我所有的反抗。
少年人身上灼热的气息强势地侵入我周围的每一寸空气，我破罐破摔，抬脚踢他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他反用膝盖顶住了我的腿，动作是前所未有的强势。挣扎间，裙子从肩头滑落，露出细腻软白的肩膀，都要走光了。我瞪他，他敛下眸子，沉默地帮我把细肩带挂上去，随后微微弯腰，以一个禁锢的姿势拥着我。有好长时间，他都没有开口说话，只是这样把我压在这里。完蛋了，这孩子是真的给我养歪了。我绝望了一瞬，外面的雨打在铁皮上，淅淅沥沥的声响，吵得让人心烦意乱。半晌，我望向天花板，开口打破沉默：宋延州，你分得清喜欢和依赖吗？他手心微微岑湿，喉结轻滚。分得清？我轻笑出声。是真的分得清吗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接触过别的女孩子，所以才会对我产生不符实际的幻想？他手心再收紧，垂着头，再次否认。不是的。那行，我选择了绕开这个话题。那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凭什么我要选你不选他们呢？人家有房有车有存款，我嫁过去之后不仅可以住大房子，还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。说着，我就推开了他，举起了手上的钻戒，看到了吗？他送我的10万块，这10万块你现在能拿出来吗？别和我谈以后会有，正因为我知道我年轻漂亮，所以我耗不起，我现在就嫁个有钱人，过好后半生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只能先把自己塑造成物质又拜金的坏女人，让她赶紧打消这个大逆不道的念头。我狠狠心，一字一顿道：宋延州，我要的你给不了我。这些话清晰地落入夜里，字字如刀，往他心窝里戳。我攥紧了手心，默默地做好了准备，以为他会咬牙切齿地反驳我，讥讽我，又或者会再次强势地把我压到墙上，继续纠缠我。但是都没有，他只是异常沉默地站在原地，听我说完了所有的话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有些辗转反侧，一闭眼就是他那张没有血色的脸。我叹了口气，有点心疼，好像这话说得太重了。还有30多天就高考了，希望不要影响他的心态。这一夜睡得昏昏沉沉，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桌面上摆着热腾腾小米粥。高三时间紧，他大概6点就已经出门了。我揉了揉脑袋，将那张便利贴撕了下来。少年的字迹一如既往的遒劲有力，似乎默认昨晚的事没发生。菜做好了，在冰箱里，吃的时候拿出来用微波炉热一热。一连10几天，我都过得心不在焉，连谢剑发的消息我都不太想回了。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？我问自己。系统已经和我再次确认了离开时间，就在他高考完的当晚。好像能留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既然改嫁不行，那就出国吧。我3、2下就做好了打算。手机里班主任给我发来消息说宋延州生病了。我打打删删，最后回复：好的，我带他去医院看看，麻烦老师批个假。毕竟是养了这么久的娃，还是有点舍不得的。应该也是最后一面了吧。我望着外面的阴沉的天象，只不过10几天没见，他身形清瘦了好多。怎么回事？感冒了还是发烧了？校门口的馄饨店里座位冷清，外面下着小雨。明明前阵子才说过那些话，这时的我却像没事人一样问起了他的病。我以为他至少会别扭一下，沉默一下，可都没有。他接过了话，声线有些闷。没事，淋了点雨。这阵子确实阴雨连绵，估计过几天高考也是这个天气。我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确实有点发烫。食堂的饭很难吃吗？什么？我的手往下移，在他的脸侧捏了下，瘦了好多。他垂下了眼皮，忽然余光落在我的手上，空落落的，没有戒指。他的喉结忽然重重地滚了下。你和他分手了？我托着腮看着自己的手指，倒感觉他不太适合我，所以我把戒指给他还回去了。这时老板把2碗馄饨端了上来，飘起来的腾腾热气模糊了他的眉眼。明雨，外面的雨砸在地上，溅起一朵朵水花。店里老旧的风扇在转动，发出吱呀的枯燥声响。我抬起眸子，正好听见他问我能不能有一个机会，声线清雅，带着小心翼翼的恳求。我的心忽然塌了一角。这场雨终于短暂的停歇，我给他买了点牛奶和面包，又带他去医院拿了药，送他回了学校门口。好好吃饭，好好考试，知道吗？我捧着他的脸认真道。他点头，喉结轻滚。能不能亲一下？雨后的积水被风吹出一圈圈涟漪，仿佛少年人不安的心也跟着在摇摆晃动。我捏他的脸，这才刚在一起呢，哪有这么快的？他敛下眸子，好像有点失落。我摩擦着他的脸侧，忽然有点不忍，踮起脚，在他的唇边碰了下。好啦，他怔了下，耳垂迅速染上了薄红。下过雨后的天格外澄澈，云色白而软。我想说的很多，想让他好好学习，好好努力，可又觉得太老生常谈。想让他一个人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可又想到这段时间好像一直是他在照顾我。所有的话到了喉咙里又咽了下去。于是我深吸一口气，明亮着眼告诉他，小宋人长大了都会告别，对吗？他似有察觉。什么意思？我笑着圆过去。你和老师同学啊，高中这段旅程过后，你们都要奔赴不同的远方了，毕业的时候不要太难过哦。他弯唇，不会的。正好校园的铃声响起，少年在我的手侧蹭了蹭，目光明亮。等我高考完回去找你。我觉得眼睛有点酸酸的，但还是扬起笑。好啊。夕阳的光透过了云层，洒在积水空明的操场上。少年穿着蓝白校服，身姿挺拔，正往教学楼的方向走。天边的光晕在他扬起的发丝上。我在心底悄悄地说了声再见。高考的那几天，电视里是铺天盖地的人物采访，社会的所有的资源和力量都为考生让路。虽然提前知道宋延州会是省状元，但难免还是会替他紧张。直到9号下午，少男少女们轰轰烈烈的高三生涯才终于落下帷幕。夏日蝉鸣声聒噪，我把卡里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他，提着行李箱去了机场。飞机从机场起飞，这个城市在眼底慢慢变小。我压下心底的情绪，长长呼出一口气。在一片寂静的空间中，我慢慢陷入昏沉。等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入目的是一望无际的海面，还有金色的落日。是我穿书前正在度假的三亚。独属黄昏的空虚和孤独忽然漫上心头，身上的裙子已经被浪打湿了。我站起来，忽然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
亲爱的大大，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您这本甜宠文的剧情已经进行过半，预估7天后就能走完全部剧情，我们随时可以准备签约事宜。在小说里待了这么久，原来才过了1天啊！这是我写的第一本小说，可能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你们确定要吗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多余问这一句，或许是因为心里某个因子在作祟。系统，确定的，我们相信大大的能力，另外还请大大补一个番外，在7天后提交。我巨纯，番外有要求吗？系统，没有，大大随意发挥，另外在定稿前，大大可以有一次回去看看的机会。好。我呼出一口气，擦了擦脸上的水，逆着夕阳往酒店的方向走去。写稿子是件痛苦的事情，因为时间太久，我已经忘记了当时创作这本书的心境，再加上当时文笔稚嫩，偶然瞥见很多的情节和描写，我都尬得脚趾抠地。番外是围绕男女主的婚后生活的，通操作猛如虎，一看字数250，我绞尽脑汁熬了几个大夜，才把字数勉强补齐。至于宋延洲，我想要不要给他也写个番外，可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没动笔。故事的结尾是他28岁，站在自己的公司落地窗前，俯瞰城市璀璨夜景，是他守着灯火通明的别墅，一个人在沙发上看恐怖电影，是他站在九台山的寺庙墙，点上高香，举过头顶，虔诚跪拜。我觉得有点闷，于是便出去沙滩走了走。咸湿的海风吹起我的头发，冲上来的海浪打湿了我的裙摆。我望着一望无际的海平面，忽然觉得心底空落落的。他现在有钱有权，好像不缺什么了。故事已经结束了，加个番外反而会限制他的生活，不如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后半夜，我把写好的稿子发到了系统的邮箱。这阵子真是辛苦我了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准备好好睡一觉。就在意识逐渐模糊的时候，眼前白光乍现。是的，没错，我又穿了，还是这本小说，但世界线是10年后。原来的居民楼已经被拆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繁华的商业街。明明只是离开了1个星期，但周围高楼大厦已经拔地而起，精英和白领出入写字楼，阳光下街边的绿化摇晃着叶子。我身无分文，只好去找我的男女主。谢田开了好多家连锁的蛋糕店，生意越做越大。我找了好久才找到总店。我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她一身利落的裤裙，耳垂上挂着明亮的珍珠，正一边对着账目，一边和旁边的助理探讨最近收入情况。果然是长大了呀，都能独当一面了。我顿时百感交集，娃都长大了，我也该老了。但是系统好像忘记了这个 bug。我顶着20岁的脸，怜爱的喊了谢田的名字。他愣了下，抬起头，难以置信道：“姐姐，果然是妈妈的乖女儿，她还记得我。”我感动极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惊喜地扔下了笔，真是好久没见，姐姐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我心虚地摸了摸脸。是吗？是啊，你真的完全就是我记忆中的样子。外面天气燥热，而店里装修明亮奢华，空调温度开得很凉。他叫人送了些蛋糕和点心过来，我靠在柔软的沙发，惬意地吸着果汁。几句寒暄过后，聊起我的情况。他问：“姐姐知不知道，当年宋延洲找了你好久呢？”我捧着果汁，眨下眼。他开始回忆，那天晚上下的雨可大了，他连伞都没撑，脸色苍白来敲我家的门，问我有没有见过你。后来找了好久没找到你，他还去找了一个姓谢的男人，最后被人家的保镖打得一块青一块子的。我不忍心，就和齐野一起把他送医院了。他端起手边的咖啡抿了一口，继续道：“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你出国了，就没继续找你了。生活好像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，只是他这人越来越沉默寡言。其实我能看出来，他对你的感情不一般。之后我和齐野开始创业，偶尔在一些酒局上碰见他，我提起你的时候，他反应淡淡的，好像已经把你忘了。后来我又试探了几次，他确实没什么太大的情绪波动，从始至终都很平静。”说到这，他有些惋惜，感觉时间真的能抹平一切的。如果姐姐你回来的再早一点就好了。我吃了口蛋糕，琢磨了下，其实这也挺好的。他没有因为我的离开一蹶不振，还在自己的努力下开了公司，买了车，买了房，过上了年少时期盼的生活，真的很好。这么一想，我忽然有点不想去打扰他了。姐姐这次回国还会走吗？谢田问。我托着腮点了点头，待1-2个星期就走。那你还要和宋延洲见一面吗？看情况吧。玻璃窗外天色湛蓝，我没再聊下去。系统这次没给我钱，所以我跟谢田要了点。第2天，谢田问我要不要去他们新开业的酒吧玩，正是缺人气的时候，你过来一起热闹热闹。毕竟吃人的嘴软，拿人的手短。我笑吟吟一下，行啊，晚上7点过来就行，可能会有熟人，反正只是见一面，姐姐没关系吧？他试探性地问我，我很大方地表示没事，反正我露个面，喝2杯就走了。酒吧很大，中间搭了个台子，歌手抱着吉他在上面唱得正嗨，男男女女在舞池中摇摆，五光十色的灯光纷乱嘈杂。我坐在吧台边，喝了些酒，度数有点高，我觉得脑袋有点晕晕的。我迷蒙着眼睛，按了按太阳穴，忽然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我瞳孔里定格。男人穿着剪裁得体的黑色西服，眉骨高耸，神色冷淡，周身气质和酒吧格格不入，不像是来玩的，倒像是专门来找人的。旁边有女生穿着超短裙，大着胆子过来和他搭讪，却被他身边的助理不动声色地挡了下去。隔着喧嚣和人群，他的视线淡淡地落在我身上，好眼熟。但此时我顾不得了细想他是谁了，胃里在不停翻涌。我拿了手边的包，即刻往洗手间走。果然我不太适合喝这种烈酒，想吐吐不出来，感觉好难受。我从包里拿了瓶水，就着解酒片一起咽了下去。就这样站在洗手台前缓了会后，我用冷水泼了泼脸，还是有点晕，但脸总归没那么烫了。我抬眼，镜子里的人面色潮红，杏仁眼迷蒙又湿润，额前的头发湿了些，被随意的拨到耳边，耳垂上的珍珠光泽温润。漂亮又柔弱的女生，在这种场合注定会被盯上。出了洗手间，外面有几个醉酒的男的在等我。好正的妹妹，要不要陪哥哥过去再喝几杯？一个男的朝我吹了口哨，流里流气的。我面不改色的往旁边走，却又被他们拦住。哥几个从进门就看上你了，在这等了你这么久，不心疼心疼哥哥们吗？就在男人把手搭上了我的肩时，光影交接处出现了2个人，一前一后站立。站在后边的那位气质冷清，前边的助理上前厉声呵斥，问他们在干什么。
身后那位隔着几米的距离和我对视，气质漠然又冷清，仿佛只是路过，然后顺手让助理出手解决而已。我有些醉了，花了几秒钟才认出他，旋即弯起笑。呀，是小宋来了呀！10年的时间，他的眉眼似乎锋利了些，一身西装金贵冷漠，眼尾收拢着，就那样平静地注视着我的靠近。我喝得脑袋晕晕，他不动声色地扶住我的手臂，清冽好闻的木质香带着淡淡的疏离感将我笼罩住。我垂着头，把脑袋靠在他的胸膛上。他淡声问我喝了多少？不多，就2小杯了。我声调绵软，用手指戳他的胸膛，好奇道：小宋，你是特意过来见我吗？不是。他包住了我的手指，漆黑的眼眸下落到我的唇上，红润柔软，泛着薄薄的水光。我失望地谴责他：你真没良心。他凝视着我，到底是谁没良心？谢田得知我醉了后，赶忙叫调酒师到后厨给我做了碗解酒汤。出了酒吧，被湿冷的晚风一吹，我就清醒了大半。这周围是步行街，车子进不来，所以只能先走到街边，等司机开车过来。离开的时候，谢田还有些担心，要不要带到我家住一晚？不用。宋延洲拒绝了。谢田道：他喝了酒，回酒店没人照顾的。宋延洲扫了一眼不远处正在看月亮的我，没说要把他送回酒店。走出这片灯红酒绿的酒吧后，街上就显得冷清很多了。司机已经在街口等着了。车上空间很大，座位很软很舒适。城市的霓虹灯火落在车窗上，顺着轿车疾驰的线条被拉扯成一片模糊的光晕。抬头是高楼，往前看是车流。我支着下巴，吹着晚风，感慨道：小宋，这些年你可真有出息。他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跟着我的视线一起看车窗外的夜景。过了片刻，我忽然注意到这不是回酒店的路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？他静了有一瞬，开了口：看大房子。大房子，好像是我以前和他提过的。我觉得有些困了，便把脑袋搁在他的肩膀上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。那我睡一会儿，你到了叫我吧。他敛下眸子，注视了我一会儿。车内一半昏暗，一半有路灯的影子划过。他扯了件衣服，把我的半张脸盖上。别墅灯火通明，车子直接停在了前院。下车后，我感觉自己已经差不多清醒了。宽敞的客厅里有2个佣人在整理沙发，见了我都十分讶然。先生，需要现在收拾一间客房吗？不用，他淡淡吩咐，明天我休息，2楼不用上来打扫。不是传统印象里黑白色的冷调霸总风，明黄色的装修，宽敞的落地窗，还有米色的沙发，处处都是我喜欢的色调。我不由得称赞：小宋，你可真有品味。他没理我的话，带着我上2楼。真是快生疏成陌生人了。啪的一声，卧室的灯光被暗亮，我没站稳，倒在地毯上。灰色的长毛地毯很软，一点也不疼。他微微弯腰将我从地上捞起，反手关上房门，声线低沉：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微愣，贴上来的身子坚硬又灼热。刚刚在外面还对我爱搭不理的人，这会紧紧地抱住了我，双臂牢牢地锁在我的腰侧，不让我离开分毫，手掌贴在我的后腰，温度灼热。小宋，你松开点。我觉得有点呼吸不畅。他不松，反而收得更紧，像是要通过这种极致的身体亲密确认我的存在。有力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，贴着胸口，格外清晰。他亲了亲我的脸侧，又亲了亲我的脖子，最后潮湿的吻带着铺天盖地的思念，从我的耳垂慢慢转移到唇上。我有些腿软，推他：宋延洲。这样的短句听起来很亲昵。他扣住我的手腕，从我的掌心滑入指缝，和我十指相扣。开始是温柔缠绵的，可后来却越来越凶，几乎要咬破我的舌尖。直到我终于受不住，他才退开半步。他的手心微微渗湿，有些黏，我想挣脱，可他却把我攥得更紧。卧室内灯光橙黄，熏出了一室的暖色。他和我额头相碰，哑着声再次问我为什么不来找我。我望着他垂落的长睫，小声道：找不到你吗？撒谎。他黑眸沉沉，盯了我片刻，再次亲了上来。第2轮亲吻结束的时候，他问了下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走？我搪塞道：想去国外看看吗？他明显不信。我被亲得几乎站不稳，他便拥着我，把我压到了床上，有力的手臂撑在我的身侧。外面的月色蔓延，又轻又软的飘沙被吹起。他盯着我泛起雾气的杏眼，喉结上下滑动了下，眸底的灰暗在翻涌，安静了许久才道：最后一个问题。他声线清雅，是我做错了吗？我愣了下。什么？呼吸对视间，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不是呀。我捧起他的脸，忍不住笑。小宋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他黑眸沉沉。那是为什么？他还是纠结。于是我只能半开玩笑道：因为神明要回家的呀。须臾的寂静后，他忽然问：神明不会永远留下来，对吗？我偏头不看他，含糊道：好困。答非所问就是默认。他俯下身，把脑袋埋到了我的脖颈间，仿佛声音也跟着失招力，又哑又涩。别走了，好不好？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没有回答。好像宋延洲知道了我还会走，所以他越来越黏我。别墅里佣人也多，我几乎找不到时间离开。直到他提议去九台山拜一拜佛像。10年过去，这里的香火已经冷清了不少，朱红色的大门好像刷了新漆。后院的小和尚在打扫落叶，那棵古树依然枝叶繁茂，上面挂的祈福带新旧交替，红得深浅不一。因为现在下山太晚，所以宋延洲要了间房间。寺庙的和尚似乎都认识他，我问了2句，才知道这些年一直是宋延洲在给寺庙提供修缮的资金。夜色浓稠之际，我看着旁边熟睡的人，小心翼翼地下了床。离开的时候，我路过古树，忽然想看看当年他写了什么愿望，这样我回去后可以直接帮他实现。虽然木牌很多，但是不难找。借着天边的月光，我踮起脚尖，摸到了那块挂了10年的愿望。不是希望我能年年岁岁陪着他，也不是向我倾诉深埋心底的爱意。木牌上面的字迹道尽有力，透着少年人蓬勃又诚挚的希冀依依。愿我的神明岁岁常欢愉，是最真诚最朴素的愿望。我忽然觉得眼眶有些酸涩，捏着木牌的手指收紧。身后忽然传来木门打开的声音，我回头看见了静静地站在不远处的他，他的手垂落身侧，紧紧握着门把手，眸子里是无数翻涌又克制的情感，可却始终不敢上前。来对视良久，他问：
你不会回来了，对吗？我失了力气，说不出一句话，只是紧紧地握紧手中的木牌，用力到指尖泛白。他知道答案的，这次离开不是10年、20年，而是永远。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月光越温柔，他眸子里的那份爱意就越深沉，随着泛红的眼底越扩越大，最后红透了整个眼眶。对不起，小宋，对不起。我的情绪顿时崩溃，边擦眼泪边和他道歉，语无伦次。他望着我，忽而扯出了一个笑，狼狈地问我：那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滚烫的眼泪接二连三地从他的眼角掉下来。如果不回来，那么他起码还有一个念想，期待着远方的人还有回来的一天。而这次一走，只会是再也不见。永远这个字眼像把尖刀把他的心戳得鲜血淋漓。我的眼泪掉得汹涌，可却只能颤着声线和他说对不起。脑子里系统在催，如果再不走，就再也走不了了。我还有家人朋友，不可能永远留在这个世界。见我咬牙要转身，他嗓音发涩，哑得厉害。明瑜，能不能？我以为他要让我留下来。不能2个字就要从舌尖滚出来，可下一瞬，他颤抖的声音落入寂静的黑夜中，后半句说的是带我走。我愣了又愣，心脏好像被人狠狠揉了一把，又酸又胀。系统说可以是可以，但是需要支付一大笔违约金，账户里一半的钱几乎都用来给宋延洲赎身了。离开前，我最后一次问宋延洲，你确定要放弃这里的所有吗？你的车子房子，你的公司，还有你比身份证还长的存款。他把脸埋入我的胸口，深深呼吸着，声线轻颤。比起这些，我更不想失去你。我低头亲了亲他，最后的最后，我还是选择放弃了这本书的出版。未来我还会写下无数个故事，拥有无数个人物，可会在深夜陪我看恐怖电影的人，却只有宋延洲一个。宋延洲视角，偶尔谈起那10年的等待，他只是一笔带过。他每天都用忙碌的工作填满自己的日子，不留下任何空闲的间隙，这样就不用饱受思念的折磨。可事实是，他在无数个深夜都会想起那间狭窄拥挤的出租屋，拥挤的每一次的擦肩，肢体都会相碰，稍微一低头就能看到他白皙温软的脖颈。灯光一向昏黄，雷雨天的沉闷浸透了整个出租屋，雨水敲打在铁皮上，水花飞溅，刚收回来的衣服还带了点湿。鱼尾裙卷着蓝白校服，他的贴着他的。不远处传来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急促声，还有他的惊呼：完蛋，忘记收衣服了。每一次他从梦里醒来，都感觉自己黏糊糊的，仿佛把过去的潮湿都带出了梦里。因为等了太久太久，所以他听见谢田说他回来的时候，还恍惚着不敢相信，真的会是他吗？谢田说是他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在阳台边坐了一夜，什么也没想，只是希望天边的肚皮快点白。第二天晚上，酒吧喧嚣的音乐里，他的心跳比他先认出了他。他看似平静的毫无波澜，但只有他知道，胸口的那颗心在剧烈的跳动，一下一下又一下，在震耳的音乐声中格外清晰。他害怕，他反应太过会吓走他，就像10年前的深夜，他失控地把他压在厨房里，执着地问他要一个答案那样。是他太心急了，所以他才会离开。那天在校门外，他告诉他学会告别是成长的第一课的时候，他就该意识到的。他要走了。其实成长与告别这个道理不用他教，他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学会了。在6岁奶奶离世的时候，在17岁他爸爸酗酒死在大街上的时候，甚至是更早，在他出生的那一刻，他的妈妈因为难产离他而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告别了。亲人的离世猝不及防，他抓不住，而他也像浮萍，稍不留意就会消失。他有过把他永远困在身边的想法，可是神明又怎么会被这些拙劣的伎俩留下？他知道的，无论他做什么，都注定留不下他。既然这样，那能不能带走他？他永远记得，在九台山皎洁的月光下，古树下的他恍如神明。在他紧张又忐忑的等待中，日思夜想的人掉着眼泪，笑着说了个好。仅仅一个字，所有的被扔下的恐慌、不安以及绝望都消失殆尽。他想，他的神明到底是偏爱他的。全文完。